你本是无所不能的当朝丞相，却在辅佐皇帝登基半年后，被皇帝联合大臣剥夺你丞相之位，就连公主都要与你废除婚约，而你不仅毫不在意，甚至还要辞官告老还乡，只因你厌倦了朝堂的尔虞我诈，往后只想过舒坦日子。然而在你离开朝堂后，皇帝怕你为他国出谋划策，从而派将军追杀你，你被逼无奈下斩杀前来的将军，并娶了部落女首领，从此自建王朝当老大。此时朝堂内，3个大臣带头跪地，与大大小小数十位官员请求剥夺你丞相之位。皇帝故作沉思后，李清，百官所奏你也听到了，朕很难办，百官齐谏，朕也没有办法。李清听风吧，从今日起免去你的丞相之位，任你为京都府尹。你心中暗暗发笑，想到你穿越这5年，一路平步青云，和皇帝2人相交甚好，以你的能力帮他稳定朝堂，如今国泰民安，他就开始卸磨杀驴。你抬头看向皇帝旁边的清冷女子，她是皇帝的亲妹妹，大玉女冰仙，也是你的未婚妻，此时却没有帮你求情的意思。看到此幕，你已明白如今是砧板上鱼肉，任人宰割。皇帝为难地看着你，李清，朕很难办，你要理解朕。只因你能力太强，有一种和他平起平坐的感觉。他心中不悦，想要找理由将你剔除，却不曾想你很干净，挑不出任何毛病，只能联合大臣罢黜你的职位。你脸上淡然，就当之前做的是喂狗了。此时你脑海中声音响起，感知到宿主正在纠结，人生选择系统已启动，现在向宿主发布选择：一选择忍气吞声接受降官，然后任劳任怨当个牛马，奖励先天一口窝囊气；二选择隐忍蛰伏，和皇帝明争暗斗，奖励5到1品境界；三选择罢官离去，奖励5到5品境界，通天圣龙功大圆满。你看着这3个选项，内心激动不已。你一直很向往武道，但是邵旭雪跟你说，你的天赋乃是100年不见的武道气体，不能练武。如今终于有机会了。皇帝看着呆滞的你，以为你是被震慑住了，心里极其愉快。百官也看着这一幕，好奇你会如何抉择。邵旭雪心中对你有些歉意，虽然是自己喜欢的男人，但是为了哥哥的皇权，只能让你受点委屈了。此刻你在所有人注视下走到大殿中央，脱掉官帽放在台阶上，紧接着脱去官袍叠整齐，随后你开口道：臣李胜叩谢皇恩，但身体抱恙，难以继续辅佐陛下，京都府尹之职难以担任。今日正逢陛下开口，臣也正好告老还乡。皇帝脸上一抹惊色，满朝大臣更是一脸错愕。本来只是想罢黜他的丞相之位，没想让他辞官啊！他走了，他的变革谁干？谁能干？谁敢干？邵旭雪也满是疑惑。皇帝邵明基看着你，眼神中怒意升腾。李胜，你是当真的？你的行为在他的眼里就是赤裸裸的逼宫。臣确实是这样想的。多年来，感谢陛下信任和各位大人的配合，诸位保重，再不相逢。你说完鞠躬转身离去，没有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当年你怕是忘了，当年你痛哭流涕来求我帮忙时，为什么不谈君恩？可别搞笑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邵明基着急喊道：李胜，你走了就别想再回来。踏过这道门，从今往后朕和你恩断义绝，再无瓜葛。他不顾礼仪走下御阶，指着你的背影大声呵斥：陛下，白马四下，当年你对我说的话，你可曾记得？再待下去，我还真怕有一天你要我的命。你轻声说完，脚步不停。邵明基一时沉默了。当年在白马四下，自己声泪俱下，握着李胜的手犹如亲兄弟。君不负朕，朕必不负君。邵旭雪看到自己哥哥如此，心中勃然大怒，不就是贬个京都府尹，又没说将来不能复原，未免太小题大做。他随即来到自己哥哥旁边：李胜，你若是踏出了这道门，我们的婚约也作废。大丈夫能屈能伸，不经过风雨怎么见彩虹？你要是走了，算我看错你了。清冷的声音像利刃刺进你胸口。你不是因为区区一个官位而恼怒，而是今天答应了，往后命就不在自己手里，那将来他随意就能流放自己，甚至是杀了自己。而邵旭雪这话更可笑，身为未婚妻，不替你开口，反而站在他哥哥的身旁威逼于你，可笑。夫妻不能同心意，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狗屁的彩虹！公主请随意，臣一介白身实属是配不上你。一别两宽，各自安好。说完，你毫不犹豫离开大殿。走出大殿，你看着雪花落在手上，突然放声大笑，哈哈哈！谁道天公不好客？天降风雪送一人，壮哉！随后殿上文武百官看着你消失在风雪中。邵明基挥动龙袍走上御阶，下旨褫夺李胜国公之位，取消其一切待遇。他不是想告老还乡吗？正如他的愿，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是我大玉的丞相，他是一介白身。府邸收回婚约，取消，我要让他跪着来求朕。邵旭雪清冷的脸上没有丝毫波动。李胜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大玉没了谁都照样转。此刻邵旭雪觉得皇兄做的太对了，要是不杀一杀他的威风，将来还不得翻天。百官心中心思各异，李胜的改革如今还在进行中，权贵门阀如今仍未彻底根除。如今他不在了，谁还能主持这个工作？反正在场的人没有谁有这个能力。御阶之下，一道金甲男子双目紧紧地看着邵旭雪，眼神中满是欣喜。他是如今的皇帝亲赐的虎将赵不归，他爱慕邵旭雪。如今那个凡人的李胜终于不在了，自己也有机会了。京都天宁坊扑通一声巨响，国公府牌匾被砸成稀巴烂。你看到这一幕并没有不适，反而拍手叫好。府中的下人已经被你全部遣散了，每个人给了一笔不菲的银子。户部尚书为难地看着你，李相国，这里已经被
被陛下命令收回，还请您。李胜笑着摆摆手，明白，放心，绝对不给你们添乱。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没动，你们安心处理就行。随后牵过一匹白马，户部尚书叹口气，悠悠道：“李相国，陛下不过是想让您低头认个错，这件事就过去了。您说您这是何苦呢？”你没有应答。随后大喝一声：“驾！你已经决定不在大玉带，想去草原看看。系统的奖励也已经领取，体内真气循环生生不息。你如今一巴掌可以将石狮子打碎，有了自保之力，不受这鸟气，畅游江湖去了。等玩够了，推倒你的王朝，自己做老大也不是不行。”户部尚书看着离去的背影，摇摇头，还是年轻，文人风骨，值几个钱。他随后进入院子，看着墙面上几个字，瞳孔一缩：“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说的是谁？他心知肚明。李胜啊，李胜，你简直就是疯了，怎么敢写这种东西？现在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这么多双眼睛呢，真是取死之道。来人，将这2具尸拓印送到宫中。皇宫中，邵明基看着那2具尸，冷哼一声，随手扔开。在他看来，这已是你最后的狂妄，想来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回来跟自己低头认错。半个月转眼而过，大狱大将军府，邵旭雪挥舞着长刀，将手中长刀震碎。一个老者缓缓走来：“你的心不稳，强练内心。”师傅。邵旭雪将手中刀扔在地上，拱手行礼：“是在想李胜，不是？哈哈哈！雪儿，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的心思念我岂能不知？”老者缓缓坐在凉亭中，邵旭雪也气鼓鼓坐在凉亭上。师傅，我就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就这么不爽快呢？我皇兄也不是说要贬他为白身，只不过让他先当京都府尹，将来还给他升官，他怎么就不能跟我皇兄低头？君为臣纲，他怎么就不懂呢？老者喝杯茶，缓缓开口：“雪儿，这是从你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李胜的角度，那个小子我不是没见过，他一身傲骨。你皇兄当初上位时，百官不服，臣民受苦，门阀林立，如今立志清零天下太平，门阀消失，无影无踪，这些事是你皇兄做的？不是，是他李胜做的。如此才华，不结党，甘愿当一个孤臣，你皇兄还要因为他的态度而敲打他，他能受得了吗？如此天纵之才，并非是那些庸碌之辈，如何能够同样对待？更何况贬了容易，提可就难了。”听到自己师父的话，邵旭雪内心满是复杂，难道我们真的错了？有负于李胜，他的师父是他最为相信之人，说的话自然有分量。师父，按照你的意思，我应该去找李胜。老者微微摇头道：“这种人一身傲骨，死不回头，现在去我估计已经晚了。有这个时间，不如跟你皇兄汇报一下吧。如今李胜罢官的事已经传遍了九州，想抢他的人多的是，绝对不能让他加入其他国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才20岁，未来前途无量，大狱是他一手造成如今的格局。若是他加入其他国家……”邵旭雪看着自己师父瞳孔不断变大，他的师父曾经是中州一位老宗师，看人和事极其毒辣。赶快去吧，那个小子已经离开了半个月，要抓他回来监禁一生，要不就赶快杀了。邵旭雪起身匆忙离开皇宫。自从李胜离开后，邵明基就陷入麻烦中，各种复杂的问题汇聚在案台上，一件比一件是麻烦，其中牵扯的问题太过广泛，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就是风波无限。这些事以前都是李胜处理的，他也不是自己要处理。前几天刚提了一个丞相，结果他事情办得一塌糊涂，不仅没有帮忙分忧，反而增添了麻烦。李胜的政策还在施行，但是没有人有他那种处理事情的思维方式。陛下，大将军公主求见。听到汇报，邵明基赶忙起身摆手让他进来。很快邵旭雪急匆匆走进来，是不是李胜找你了？邵明基眼神中期望问道。不是，皇兄，我师父让我。邵旭雪和师父的对话全部说了出来。邵明基脸色变得阴沉，他还认为李胜只是发小脾气而已，根本没想到这么多。但是经过林老这么一说，他只感觉后背发凉。大狱现在的政策基本都是李胜提出来改革的，如果李胜真去了其他国家，那么将会给大狱带来灭顶之灾。邵旭雪抬头问道：皇兄，你知道李胜现在在哪吗？他当初没有去搭理李胜，想着等他来找自己，结果等他想找对方时，已经晚了。李胜据说已经离开京都了，朕不知道，但是李胜万万不敢去别的国家。邵明基说这话时，显然底气不足，当即摆手道：传兵部尚书入宫。邵旭雪轻叹口气，他们错估了李胜对大狱的重要性，现在一发不可收拾。陈兵部尚书拜见陛下，拜见大将军公主。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跪地行礼道：方道派人给我查李胜的下落，通知全国边境骑兵，一定要给我找到李胜，找到他后务必把他给带回来。是陛下。方道起身领命。李胜一介读书人，他也没问若是反抗咋整。方道离开后，邵明基的眼神中透出一丝担忧。李胜从前不敢，但是现在他不敢确定。他从罢官的那一刻，李胜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邵旭雪心中也不好受。经过林老的解释，他感觉好像是自己错了。但是退一万步说，李胜就没错吗？他难道就不会主动来找自己？问题还是在他的身上。自己是个女孩子，即使哥哥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他也应该原谅自己。公主之尊下嫁他，李胜他受点委屈，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邵旭雪想得逐渐坚定起来，这就是他的问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受点委屈就这样，还能成什么事情？邵明基和他所想的差不多，自己为君，他为臣。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这件事办得不对，李胜的办事方法就正确了，也不见得。从臣子的角度来说，自己不对，他应该苦口婆心的跟自己解释，然后说通自己，不应该是以这种强烈的方式抗议。这就是他身为臣子的办事方法。倘若谁都效仿，那么他这个皇帝还怎么干？换而言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己还没让他死呢，他就这样。要是真赐死他，那还得了？他岂不是要逼宫了？不当人子，以前怎么没看到李胜是这种人？儋州、中原、九州一气之地，你一身素色，骑着白马，腰间挎着长剑，纵马疾驰在草原上。今日解开枷锁，方知我是我。你随意躺在草地上，舒展身体，感受着与自然贴近的感觉。什么狗屁朝堂风云，都给我滚远点！你正欣赏蓝天白云时，一张满脸笑容的脸出现在你眼前。女孩眨巴着眼睛问道：你是九州人？你从草地上坐起，转身看着突然出现的女孩。女孩对于你的目光并不畏惧。
畏惧，大方的展露笑容。我叫硕颜玉儿。你起身微微躬身行礼道：你是硕颜部落的人？硕颜玉儿答非所问道：你叫李胜和大玉那个丞相一个名字。你笑着摇了摇头。对啊，不过同人不同命，人家是丞相，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想到在儋州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那个李胜肯定没有你生的好看。你是来游玩的吧？我带你去我们部落看看。硕颜玉儿那真诚笑容感染了你。好啊，我正愁没有向导呢。既然如此，多谢玉儿姑娘了。你话音刚落，硕颜玉儿一把抓住你的手，拉着你的马往远处吹烟处而去。你的眉头皱了一下，随后舒展笑容再次浮现。硕颜玉儿的手很软，软到不像是儋州女孩一样。儋州民风彪悍，6岁驯马，9岁弯弓，13、14岁就已经驰骋草原。可惜这种民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力量，反而被中原6国把这里当成了马场。6国当中，大玉就有个指定部落——驯风部落，他们朝贡大玉，换取保护和冬天资源的补助。你曾经在驯风部落朝贡时，见过对方的部落之主拉着手，两人在草原漫步，你轻嗅着那股少女的清香，心旷神怡。有美人相伴，怎么能不开心呢？想你当初虽然和少旭学有婚约，但是实际连个手都没碰过，真是搞笑。很快你就看到远处部落，脸上露出惊叹，铺天盖地的帐篷连在一片，炊烟升起，一副草原牧民部落的盛况。可惜你没有手机，要不然非得定格一张。硕颜玉儿笑着回头问道：这就是我们硕颜部落，是不是很壮观？你将马挂在姜木上问道：很壮观。你们这个部落有多少人？全部落有6万人，精壮男子有2万，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这个数字你很清楚啊？你玩笑着说道：我带你去尝尝我们的美食。硕颜玉儿眼神躲闪，随即转移话题，刚要离去，你一把将其拉住，然后微微用力将硕颜玉儿拉入怀中，四目相对。硕颜玉儿的脸瞬间红了起来，你微微松开手，硕颜玉儿瞬间窜了出去。你轻笑一声，闻着怀中的味道，表情丰富，跟着他走进部落中。一路走来，无数硕颜部落的人都将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形色怪异。你大摇大摆来到中间一座帐篷，硕颜玉儿撩开帘子邀请道：请进。你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硕颜玉儿松了口气，也跟了进去，将帘子放下。你大马金刀坐在主位上，公子，我给你把剑卸下去，有点不碍事。你低头看一眼身旁的剑，伸手将扣子解开，把剑递给硕颜玉儿。在他要接过剑时，一把将他拉入怀中，右手瞬间抽出半截剑身，轻轻放在硕颜玉儿的脖颈间。宝贝儿，你这桩的痕迹也太明显了，要不哥哥教教你怎么骗你？笑眯眯看着怀中的女孩，硕颜玉儿看着近在眼前的你，增添一丝异样的氛围。你是怎么猜到的？硕颜玉儿小声道。你将剑插回去，直接扔在不远处，手指勾着硕颜玉儿下巴大笑，哈哈哈。儋州民风是开放，但是还不见得第一次见面就能够牵我手的地步。美人计可不是这么用的。再说了，外面的那些牧民对我的仇视太重了，我又不是瞎。半年前儋州爆发一场战斗，驯风部落和硕颜部落抢夺一块墓地，硕颜部落主子硕颜巴图被驯风部落杀死，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想来应该就是你吧？而你猜到我就是李胜，所以你是想报复驯风部落？恐怕你很早就已经盯上我了吧？硕颜玉儿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居然能够联想到这么多，你还是人吗？大玉丞相李胜，名不虚传，看来我说的全对了。作为惩罚，我得教教你什么叫做美人计。你说着低头直接吻了下去。硕颜玉儿整个大脑瞬间空白，她从未和男人有过亲密接触，瞬间浑身犹如触电一般。你正在大快朵颐时，帘子被打开，2对彪悍大汉提着长刀冲了进来。当他们看到这一幕时，双眼呆滞。你感受到动静，抬起头，硕颜玉儿瞬间弹射而起，捂着嘴不可置信地看着你，你哈哈大笑。快哉，这匹小野马有点意思。硕颜玉儿捂着嘴，李胜，你怎么可以这样？泪珠在眼中打转。你依靠在毛毡上戏谑看着硕颜玉儿，我都跟你进来了，亲亲你怎么了？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要杀我，我不能亲你，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硕颜玉儿被你说的一愣，我不是想杀你，我就是想。他的话没说完，旁边的一个大汉打断道：主子他既然都来了，那就杀了他给老主子报仇。硕颜玉儿着急道：啊，不能杀他，他们议论的不是这样的。其他人也是有些犹豫看着那个大汉，听着他们的争论。哎，等等，我有话想说。随即端起桌上的马奶酒品尝一口，看来这部落也不是铁板一块啊，等你死了再说。那大汉刚要动手，被硕颜玉儿拦下。等等，让他说。大汉有些迟疑，什么就让他说？他凭什么说？刚才他亲眼看到硕颜玉儿和他，不行，硕颜玉儿是他的女儿，绝对不允许中原人染指。硕颜玉儿，请问是我杀的你父亲吗？你笑眯眯问道。硕颜玉儿摇了摇头，那是我下命令的吗？也不是。你站起身看着硕颜玉儿道，那请问我没杀你父亲，我也没下命令杀你父亲，你的仇人是驯风部落的人，你放着仇人不杀，你带我来这里，这是什么道理？仅仅就因为我在大狱当官就该死，这不是欺负我吗？你说着步步逼近，来到硕颜玉儿身前。硕颜玉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像说的也没毛病，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然后再让他去威压驯风部落。沉默片刻后，你打量硕颜玉儿一眼，你还准备杀我的话，那就动手吧，无非是这世间又多一个无辜亡魂，你走吧。硕颜玉儿松开双手，他觉得自己想法太天真，他都已经辞官了，驯风部落不一定会听他的。大汉突然提刀大吼，主子你们都被他蛊惑了，妖言惑众，你就是个妖人。说着大汉手提砍刀就要劈向我。硕颜玉儿瞳孔睁大，不要啊。你微微摇头，让你动手真的动手啊。话音落下，一股超强气息从你身上爆发，整个帐篷都被掀飞，周围硕颜部落的汉子直接被这股气劲弹飞出去，倒在帐篷外面。其中那个大汉不幸倒在尖刺上，当场身亡，而硕颜玉儿却被我一把拉住。你搂着硕颜玉儿走到帐篷外面，随后帐篷轰然倒塌，许多硕颜部落的人纷纷提刀冲了过来，将你围得水泄不通。你搂着他的腰低声道，小美人，你的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听你的哦，小心被他们背刺哦。你会武功？硕颜玉儿有些震惊，天下人都知道你是个读书人，哪来的武功？行了，今天已经玩够了，就不跟你们玩了。你刚说完，只见远处一道烟尘袭来，飘着大
大玉的旗帜，伴随着肃杀之气。大玉黑旗，是大玉黑旗来了，主子我们。朔岩部落的男子满脸惊惧，随后大家看向朔岩玉儿也慌了，你怎么还把人带来了？他的话音未落，你搂着他脚尖点地，真气鼓动，身体凌空而起，随后在数个帐篷上借力飞身跳跃。朔岩玉儿搂住你的身体，呼吸间，你带着朔岩玉儿来到部落入口处，没事有我在，没意外。你笑眯眯地看着他，大玉黑旗，大旗血旗，很快骑兵就冲到了眼前。你不清楚他们出现在这是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朔岩部落为首的骑兵统领戴着面具，眼神不断看你。拜见相国大人。你微微摇头，将军在下已罢官不做，不是什么相国。将军你这是相国大人，末将奉陛下之命带您回大狱，还请相国。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你打断，请将军回去复命吧，我已厌倦朝堂的尔虞我诈。同时你可以告诉陛下，我不会嫁入其他国家，让他放心好了。说完你就准备拉着朔岩玉儿回去。相国大人这恐怕由不得你。你眉头一挑，这是要强行带走我呀？末将不敢，要是相国大人不答应，那么大玉铁骑就会将整个朔岩部落屠戮干净，往后相国去哪，大玉铁骑就一路杀过去，直到相国肯跟末将回去。在他说话时，他身后铁骑纷纷抽出长枪，你正要开口，突然朔岩玉儿挡在你身前。朔岩部落的男儿们准备战斗。见此一幕，你一愣，这是什么套路？我把你牵扯进来的，我送你走。朔岩玉儿刚说完，你抬起手弹了一下他的脑袋，这个傻女人，人家是来带走我的，杀不杀你们都好像无所谓，我还不至于让女人替我出头。朔岩玉儿话音刚落，部落中的男人拿起武器，黑旗统领冷哼一声，朔岩玉儿，你是想聚众哗变对抗黑旗？李胜是我带到部落的，我要负责。黑旗大人你，他话音刚落，你一把将他拎到身后，你都没叫我大人，叫他大人他也配？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发布选项：答应黑旗的条件，奖励一口先天窝囊气；2拒绝黑旗条件，然后个人逃跑，奖励顶级轻功，鼠辈乱窜功法；3拒绝黑旗将其斩杀在此，加入朔岩部落，奖励骑兵精通技能赐福，反冲锋骑兵屠戮，狼骑骑兵功法，2万套狼骑全套装备，凤翅紫金冠锁子黄金甲，藕丝布云履，5道提升1品，霸王枪1支，群乱舞枪法圆满。你毫不犹豫选3，随即心中默念，黑旗统领大声呵斥，雄起！朔岩玉儿对抗黑旗，从此儋州朔岩部落除名。他刚说完，你抬起头，黑旗统领对上你眼睛有些畏惧，你轻叹一声，手按在长剑上，下一秒身体跃在空中，展现一道残影。不好！黑旗统领将手中长枪投向残影，并没有刺中，插在地面上。你瞬间来到黑旗统领面前，双脚踩在马头上，长剑在黑旗统领眼中闪过，黑旗统领瞬间人手分离，剩下的骑兵镇住，黑旗统领死了。2品武者的黑旗统领被李胜一剑封喉，其中有人大喊一声，杀了他为统领报仇。众多黑骑兵向你冲来，你深吸口气，你们要是不出手，我还不好下手呢。大玉拜拜！你将手中的长剑震碎，无数光刃飞在空中，送诸位上路。话音落下，你随手一挥，光刃飞向他们，黑旗瞬间纷纷倒地。朔岩部落的人见到这一幕，瞬间呆住。你将手中刀柄扔在地上，轻轻一跃落在地面。朔岩玉儿此刻才明白，你刚才是戏弄他玩的。这些年间接死在他手里的人数不胜数，怎么可能是弱者？李胜不仅文动天下，武更是勇猛。你回头看着朔岩玉儿，想不想成为王的女人？既然系统给了这么多东西，要是不用好像也不太好，而且好像也有点意思。古往今来，封狼居胥是众多将领的毕生所愿，但是南下擒龙，这事似乎很少人做。既然如此，那自己就体验体验。中原可不止一条龙。朔岩玉儿抬起头看着你，你能替我报仇吗？听着朔岩玉儿的话，你伸出3根手指，看着后方朔岩部落的男人。这1个月我会给你们传授功法，传授技能给你们提升战斗力。1个月后，我会带你们去迅风部落报仇，但是作为交易，我要娶你们的主子，我要成为你们的王，带领你们走上光辉道路。你瞬间引动他们复仇情绪，你回头看着朔岩玉儿，走过去将她抱在怀里，在欢呼声中走进帐篷。朔岩玉儿也没有抗拒，儋州女子向来都是被交易的，你想要真正收服朔岩部落，那就得先把他们的主子收服。明日清早，你穿戴整齐后，笑盈盈看着朔岩玉儿，你看我干什么？讨厌！你放声大笑，在大狱5年，不如在儋州1天。现在让我回大狱，那样的日子狗都不过。你舒展身体，那些黑旗都处理了吗？处理了，把你们部落的精壮男子都召集在一起，今天该兑现诺言了。朔岩玉儿明亮着眼睛，你真的有功法传授给我们？你伸手刮了刮他的鼻梁，这还有假？可是中原9州不允许我们学习功法。你淡然说道，不需要在乎那个，学功法只不过是开始，不仅要学还要练。我都已经选好路了，之前能把风雨飘摇的大禹辅佐成鼎盛，现在也可以带着朔岩部落从儋州席卷天下。至于引异族入关，可笑，只要是我做主，那都是自己人。北函关黑旗大营，一名士兵匆匆赶来，报启禀将军，斥候营第1小队消失了。传令兵的声音落下，北函关黑旗总统4品武者玄月冷冷道，消失的地方是在哪里？将军，他们按照目标在儋州寻找李胜踪迹，从昨天就消失了。传本将军命令，派1000骑去查什么情况。是。传令兵离开后，玄月有些皱眉，黑旗消失的事从没有发生过，他不相信李胜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能灭黑旗，儋州6部和王庭更不可能。玄月的幕僚匆匆赶来，将军出什么事了？有一支
事后小队消失在儋州了，这是有蹊跷啊。不过将军，我已经查到了，那个李胜最后出现在北函关，这是需不需要上报给京都？玄月冷哼一声，不需要，赵将军已经传令过来了。那个李胜不识好歹，敢当庭驳斥大将军，这不可饶恕。要是本将军找到他，必定不会让他回去。在大狱军中，赵不归和邵明雪是顶尖的战神，在大狱军人心中，他们是绝配。那个李胜只不过是书生，要娶公主他不配。幕僚低垂眉目，李胜是贫苦书生的偶像，心中虽然不赞同，但嘴上附和笑了笑。行了，你去抹除李胜来过的踪迹，这个恐怕办不到。将军，幕僚说完，玄月眉头一皱，什么意思？将军您不要误会，不是我不去干，而是这件事已经泄露出去了。齐国、楚国、信国都暗中来到咱们北函关，要是将这事掩盖下去，京都那边不好说呀。幕僚为难开口，玄月眉头一沉，怎么这么麻烦？那些人都给我盯紧了，限制在北函关当中，谁也不能去儋州。这些人是怎么知道的？玄月摸着脑袋，明白了，将军，那给京都的汇报就正常写，写吧写吧。玄月烦躁的摆摆手，他对于繁琐的事十分的厌恶，尤其是李胜发明的战报，以前他们都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现在出兵都得给上面打报告，真特么的麻烦。待他离开后，玄月呼出口气，这个李胜到底会去哪里呢？协查通告都已经发出去了，六部的人看到后一定会告诉自己的。不过能够确定李胜就在儋州，只要他在就能找到。京都各地急报送到皇宫，邵明基看了所有奏折，都没有李胜的消息，他现在十分心慌，担心李胜会被别的国家带走。他后悔没把他囚禁起来，然后控制在皇宫里，帮自己处理朝政，再不济杀了，也比现在担惊受怕好。邵明雪走进大殿，皇兄李胜的踪迹出现了。邵明基连忙起身，在哪？北函关飞鹰加急汇报，李胜最后出现在过关口，他应该是去了儋州。邵明基闻言松口气，嘴里喃喃念叨：儋州好啊，只要不是去了其他国家就好。皇兄在那里还发现齐国、楚国、庆国的人，估计他们也在找李胜。邵明雪轻叹一声，之前没想到李胜有这么大诱惑力，放肆！李胜是朕的臣子，他们派人去想干什么？邵明基满脸怒气，邵明雪露出苦笑之色。皇兄，现在李胜罢官的事，天下人尽皆知了，而且事情还不是那么简单。许多流言蜚语都说你度量小，没有容人之量，李大才子给你白瞎了。李胜这些年名声在外，百姓虽然懂得不太多，但是清楚知道的大概。邵明基直接暴怒，说朕度量小，放肆！哪个贱民说出的如此无君无父之言？朕要杀了他！邵明雪看着他，皇兄人是杀不完的，依我看，不如将李胜带回来后官复原职，省得你如此操劳。李胜才离开半个月，皇兄你沧桑了许多，不可能，这次将他带回来，朕要将他圈禁。他既然不念及朕和他的感情，那朕也不用给他留面子，朕要让他成为一个工具，从此功名利禄再与他无关。邵明基眼中满是疯狂，现在事情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测，尤其是妹妹给他带来的消息，更是戳痛了他的逆鳞。谁都不知道邵明基得位不正，连邵明雪都不知道，所以他对名声极为看重。邵明基心中对李胜最后的愧疚之情也消失了，他现在就想将他抓回来狠狠收拾。邵明雪看着哥哥，感到有些陌生，他心怀天下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虽然说取消婚约，但是心里还喜欢李胜的，将来总是要嫁给他的。囚禁起来当个工具，这话说出来未免有些太过于。朔岩部落，你看着集合起来的汉子们，微微点头，他们个个膀大腰圆，他们也在看着你。昨天你孤身灭黑旗的场景历历在目，那种霸道力量令他们无比向往。你找个椅子坐在高台上，这些人就是部落里全部的青壮年了。你靠在椅子上。朔岩玉儿叹了口气，总计2万余人，你站起身，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朔岩部落的汉子们，记得我昨天答应过你们什么吗？记得你说要给我们武器和甲胄，还有可以修炼的功法。瞬间杂七杂八的声音响起，你压了压手，那你们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奉你为王，把你当主子。朔岩玉儿站在你的身后，对于自己的族人如此无视自己，没有一丝的异样神情。很好，看来你们记得很清楚。那在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接受王了吗？已张开双手享受阳光照射，随后将系统里的东西全部提取出来。但是那个功法有点犯难，反冲锋骑兵屠戮狼骑骑兵功法，这玩意该怎么给这些人呢？总不能一个个来吧？2万人一个个给太麻烦了。宿主放心，骑兵精通技能赐福，可连带反冲锋骑兵屠戮狼骑骑兵功法直接灌输到他们脑海中。我就这么贴心吗？你心里笑看话了。当然，如此操作可以让宿主增加威信，你懂我。你睁开眼睛，双手舒展开来，装神弄鬼哄傻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对，这个形容不对，你此刻就是神。系统开启群体赐福，赐福中，在系统传送时，你的身上散发5颜6色光芒，一只虚幻的狼头在你的身后浮现，像是神明降世。朔岩玉儿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难道李胜是狼神不成？下方已经获得赐福的男子感到脑海中清晰内容，脸上露出狂喜之色。一个男子跪倒在地，疯狂的磕头。狼神转世，儋州的信仰就是狼，他的行动有传染性一般。瞬间，所有朔岩部落男子跪倒在地，眼神虔诚地看着你。此刻你不用多说，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拥有了神圣光辉。你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哈哈哈！系统考虑太周全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造神行动。狼神降世，下方2万朔岩部落汉子全部都跪倒在地，注视着你的目光充满虔诚。后面的朔岩玉儿也想跪下来。狼神在他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你回头露出温煦的笑容，
了，你不用跪。伸手将硕颜玉儿拉入怀中，享受那来自系统的赐福。硕颜玉儿心中很是感动，同时又对脑海中的东西感到震惊。这突然出现东西是骑兵的功法，量身定制。硕颜玉儿感受完后，已经震惊的无以复加。你看着硕颜玉儿的小脑袋，低头就要吻。等一下，宿主打扰一下，你还怪有礼貌的。注意事项：经过赐福的物品，它们是无法传授给别人的。那些字平时可以读出来，但是联合在一起就念不出来。血也是如此，所以请宿主放心使用。你怔了一下，这么贴心的系统谁见过呀？也就是说，你拥有绝对的统治力。包赢的，下面硕颜部落的人，有的人已经磕破脑门了。如今的你在他们眼里就是狼神转世，能够隔空给人传递东西，这不是神的标志吗？你搂着硕颜玉儿笑了笑，这是自己的人，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呢？感受到宿主正在纠结，发布选项：沿用硕颜部落的名字，奖励屁也干不成大全宝典；2、建立硕颜王庭，奖励飞雪剑法圆满；3、建立大圣王庭，奖励铁浮屠重甲骑兵3000，平均5到1品境界；狼头大旗100%激发，悍不畏死技能士气提升30%。我选3，铁浮屠重甲骑兵啊！这不兴奋，在平原野战谁怕谁？当即你抬手一压，嘈杂声瞬间消失。从今天起，硕颜部落不在了，我要建立更加强大的部落，名字就叫大圣王庭。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大圣王庭的一员，而她就是王庭的女主人。你搂着硕颜玉儿，享受着欢呼声，在他们的眼里，你的话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凌驾在一切之上。硕颜玉儿靠在你的肩膀上，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至于硕颜部落的消失，她不在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旋风部落的主子旋风息跪在营地中，虔诚的像一只狗，而他的位置上坐着黑旗。尊敬的黑旗统领大人，您有任何命令，我都必将遵从。废话少说吧，旋风息，我这次来是传达玄月将军的命令。根据我们的调查，李胜来到了儋州，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然后交给我。还有，我有一支斥候小队消失在儋州，抓紧去查，查不清楚的话，你明白后果是什么？说完，那黑骑兵起身离开，走出外面。待他离去后，旋风息缓缓起身，对着他离去的地方吐了一口。6大部落当中，旋风部落排名靠前的，他们人多兵器多，大玉淘汰的制式武器全部都给了他们，就这他们也当作宝。能够成为部落之主的，都是手下有数万人。最差的硕颜部落也有2万青壮年，他们也不是天生贱骨头，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出于实际情况，他也只能这样。毫不夸张说，驻守在北函关的2万黑骑可以横扫整个儋州，包括那个早就名存实亡的王庭。来人，门口仆人进来跪地，通知旋风翼、旋风旗、旋风专言。很快3道人影就冲进来，对着旋风息跪地行礼。黑骑传来命令，让我们在儋州寻找他们失踪的丞相，还有他们在这里走失一个斥候小队。明天你们3个一人带1路万骑去给我找。第1万骑的主将眉头皱起，主子我知道这件事，但是好像哲兰部落也在给齐国找。旋风翼犹豫一下，要是跟他们撞上怎么办？旋风息冷哼一声，撞上了就派人去北函关找黑骑，这事是他吩咐的，让他们处理。每次因为大玉的命令和哲兰部落对上，都是损失惨重，而大玉却轻飘飘给些东西就打发了。尤其是上次和硕颜部落争夺地盘，黑骑竟派一个千骑过来看热闹。是的，主子，那我们就明天出发。总之就一句话，找到了万一碰上哲兰部落的人，不要开战，直接去找人。我们旋风部落的勇士不是给他大玉当炮灰的。是的，主子。3人低头弯腰退了出去。大哥，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件事汇报给黑骑？这个老东西胆子越来越小了，不和哲兰部落争斗，我们怎么从大玉那边获得武器？旋风专言出来后脸色瞬变，哼，他已经是老去的狼王了。你们2个去将老东西说的话告诉黑骑之主，并表明咱们兄弟3人愿为黑骑效忠。明天我带3个万骑离开寻找李胜的下落，你们解决那个老东西，有黑骑的支持，咱们就是这旋风部落的新主子。是的，大哥。旋风专言和旋风旗对视一眼，转身离去。又是半个月过去，大圣王庭焕然一新，重新划分了区域。现在太乱了，以前硕颜部落就是吃上战斗训练混在一起，根本不划分那么多区域，这也和他们会迁移的原因有关。但现在不同了，你按照功能去划分几个区域。第一个就是休息区，硕颜部落加上老弱妇孺，共计有4万多人，这是最主要一个区域。另外还有放马和牲畜区域，以及吃饭的区域。你现在不把部落当成行政区域，而是一个军事区域。看这些老弱妇孺，都是做饭、洗衣服、后勤人员，而那2万多就是战斗人员。这半个月，你将2万套狼骑全套装备分发给众人，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些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小长在马背上，对于骑术的研究和冲锋、反冲锋等等，代代相传，有自己的经验，只不过是没有经过系统性练习而已。现在有了系统给的东西，他们眼前豁然开朗，一下子视野就打开了。半个月，有3位都到达1品境界。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有多强的天赋，主要是厚积薄发，这本身就是给骑兵的功法，自然也是以骑术等修炼境界划分。那3000铁浮屠你没有领取，这玩意等到必要时刻用才是绝招。王庭大帐内，你看着自己一身黄金甲，眼中满是欣赏。大王，你都看半天了，不累吗？玉儿走过来揽住你的腰，这套甲胄他初见时都忍不住惊叹巧夺天工。你摇了摇头，甲胄对于男人的诱惑力，当初你来到这个世界可不是想当什么文臣，实在没办法才安慰自己，文臣也是可以。现在你都怀疑当初邵明雪是在骗自己，怎么可能一点练武天赋都没有？现在回头看，估计是他们当初怕你文武双全，对大玉产生内部威胁，这个可能性不排除。这段时间外面发生很多大事，玉儿靠在你的肩膀上，我知道快了。按照现在这速度，大圣王庭很快就能打响第1战了。你眼神寒芒闪烁，如今儋州的混乱都是自己造成的。旋风和哲兰部落现在都在奉命找自己，几乎要把儋州翻个底朝天，其他部落也加入进来。旋风部落更是发生了内乱，老主子旋风息死在那场内乱中，新上位的3人更加疯狂，半个月的时间和哲兰部落连打6次，死
死伤超过了10000人，乱吧再乱一些，到时就是我大圣王庭该出手的时候了。7天后，暴大王旋风部落派人来了，营帐中，你正在和硕颜玉儿亲亲。听着外面的声音，停下的双手，这个人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大王，你饶过我吧！那酥软入骨的声音，令你刚沉下去的火焰又重新燃起。这个小妮子现在变着花样来取悦自己，这太特么的带劲了。小妮子晚上等着我好好宠幸你。你说完，摆动袖袍，转身离去，走出营帐门外。你摆了摆手，将人带到我的主帐中。大营外，旋风部落的男子看着远处飘扬在空中的大旗，很是疑惑。儋州几个部落大多的旗帜都是狼头，他看到这狼头，心中有些畏惧，还满脸疑惑，这上面为何印着李字？来不及多想，负责传令的士兵走了出来，跟我进去。他大声呵斥，跟你进去大胆，让你们主子硕颜玉儿出来。他们旋风部落当初战胜硕颜部落，按照儋州的规定，手下败将就得听从旋风部落的命令。这次他来就是按照旋风翼的命令，征调硕颜部落的青壮年去冲入旋风部落。传令的士兵怒目呵斥，下马。随后10几个披甲提着马刀从营地冲出来，他看到那狼旗铠甲和武器，顿时眼神里满是震惊。硕颜部落哪里来的如此精甲？这等甲胄可不像中原的淘汰货。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顿时遭受重击，一个士兵用棍子将他击落，抓回去见大王。他顾不上疼痛，一脸茫然。大王，硕颜部落到底发生了什么？旋风的狗东西！一个大汉将他身上的武器卸下扔在地上，拎着他走入营地。硕颜部落的畜生们，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的主子到时候会大举进攻。旁边的硕颜大汉一巴掌扇在他脸上，随后他2颗牙吐了出来，带走。他挨了一巴掌后便不敢再开口了。随着深入大营，见到路过的士兵都穿着狼头甲胄，锋利的武器，还有精致的弓。硕颜部落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硕颜部落可是啥都没有啊！很快他被带到大帐中，大王旋风部落的人带到，帘子撩开，硕颜和煦走了进来。是你清风的第1万骑主将，也是第一个达到1品的人。硕颜和煦伸手抓起那人，转身走进营帐，将他扔在地上。大王，随着他的声音，那个旋风部落的人抬起头，当看到主位上的你后，顿时眼睛瞪大。你是李胜，掌嘴！你淡淡的摆摆手。硕颜和煦一巴掌将他的脑袋砸在地上，随后抓着他的头发，把他头抬起来。现在这里是大圣王庭，你眼前的人是我们大圣王庭的大王。听着硕颜和煦的话，他眼睛瞪大，满是不可思议。他们四处寻找的人，竟在硕颜部落建立起王庭。你坐直身子看着他，说吧，你来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敢再放肆，低着头。我们主子想让硕颜部落的男人冲入部落军队。他将旋风翼的话基本全说了出来。你脸上露出冷色，说白了就是要强捉青壮年，给他们当炮灰，还有就是寻找自己。现在旋风部落和哲兰部落打得不可开交，战斗死伤太多。你起身走到他身旁，回去告诉你们主子，我就在这里，让他带人过来。他愣了一下，以为自己肯定走不了，记得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让他带多点人。硕颜玉儿是我的王后，你们杀了我老丈人，这个仇总是要报的。你起身离开营帐，对无名小卒没意思，你要整个旋风部落。硕颜和煦把人带出去后，跟在你身后。大王，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了？他眼神中战意十足。经过1个月的训练，硕颜部落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作为第1万骑的主将，他现在感觉都能和黑旗打了。传令第1万骑1级战备，1个时辰后他们不来，我们就去找他们。你看着蔚蓝的天空，明白清闲日子到头了。这一战你要打响整个儋州，同时大玉也会知道自己的行踪。邵明雪、邵明基，不知道你们知道我如今的模样会作何感想？说完，你大笑一声，玉儿为本王披甲，金戈铁马才是男儿本色。好男儿本该如此。披甲后的你更像将军了。硕颜玉儿满眼崇拜，大王你穿铠甲真好看。你转身笑了笑，怎么我以前不好看？你讨厌！你大笑一声后，走出营帐，来到点将台上，看着准备好的1万狼旗，眼中满是火热。硕颜和煦，大旗我就交给你了，要是倒了，战后军法处置，请大王放心，我在大旗在。硕颜和煦大吼一声，这是荣誉，我的儿郎们，狼神会给你们赐福。此行踏碎旋风部落，你纵马穿过人群，检阅着自己的军队，两侧士兵看着你，眼里充满狂热和疯狂。杀杀杀！时辰已经过半，他们要是还不来，就不能一直等他们。与此同时，黑旗大营，玄月收到旋风部的传信，顿时大笑起来。李胜那个软蛋，进去儋州当野人了，笑死本将军了。他以为他是谁？将这个信息给我传回京都，传令第1万骑随本将出动。今天我要亲自把那个软蛋抓起来。李胜这是自绝后路，笔杆子也想抓缰绳，还真以为自己是文武双全呢，真是笑掉大牙。还建立什么王庭，真是可笑。周围的黑旗将领也满脸不屑。与此同时，旋风翼等人集结起1个万骑，抓到李胜意味着丰厚的奖励。旋风大军刚刚出营，突然旋风翼等人脸色一变，远处尘烟掀起滚滚巨龙，地面颤动，马蹄声响彻整个草原。久经战争的旋风翼等人已经察觉有一支精锐骑兵正向他们冲来。黑骑吗？不应该这么快啊！主子，那是我在硕颜部落看到的大旗，是李胜。旋风翼脸色一沉，不可能，硕颜部落的骑兵怎么可能有这种气势？他曾经亲自带兵，杀得硕颜部落大败，当初他们还很弱呀。转眼间，远处的骑兵显露出来，杀气也逐渐逼近。旋风翼在儋州没见过这支骑兵，心里不免怀疑，持大旗之人是硕颜和煦。大哥，这就是硕颜的骑兵。旋风专研看到老对手，当即声音撕裂，纸老虎，纸老虎，有人给我冲锋冲锋！旋风翼此刻也顾不了多少，他不相信仅1个月，硕颜部落的骑兵能变成这么强大，一定是中看不中用。奔腾的狂风中，你手持霸王枪，看着发起反冲锋的旋风骑兵，今日这一战对于你十分重要，所以你们去死吧！就在距离硕颜和煦550步时，长喝一声射，一声令下，硕颜骑兵迅速搭弓射箭，下一刻，无数箭矢形成箭雨，向旋风骑兵射过去。3轮速射，在硕颜和煦的命令下，所有士兵弯弓搭箭全部完成，紧接着将弓箭挂在身后，
抽出腰间的马刀，三轮箭雨直接给旋风部落的士兵射猛了。旋风翼看着不断倒在马下的士兵，脸气得通红，怎么会这样？你一马当先高举霸王枪，今天就是洗刷你们耻辱的时候。而狼们目光所及，生死相随，双方的瞬间冲击在一起。你手中霸王枪抡起一片金光，从其中闪出，噗噗噗，身前数骑直接被拦腰斩断。群魔乱舞枪法就是专为战场而研究，大开大合，气吞山河，再加上你体内的功法也很是刚猛，两两相加，你直接化身为杀戮机器，在你周身半米处，谁来谁死，血液久落在大地。硕颜和煦举着超过大旗，可谓是横扫千军。旋风专眼赶来一战，已经脱胎换骨头的狼骑，旋风骑兵根本不是对手。锋利的马刀划过他们身上的铠甲，砍入他们的身体，这里瞬间变成人间地狱。你单枪匹马一路冲杀到旋风部落的核心区域，见到这一幕，你身后将士军心大振。旋风一看到军队被冲散，非常着急，挡住挡住啊，不要被冲散了，连起来。但被冲散的骑兵想要连起来非常困难，在无尽的厮杀中，将士们感不到一丝疲惫，反而越来越兴奋，是大旗的加持力量，鼓舞者士气。你也感受到热血沸腾，一鼓作气杀穿下去。你双脚蹬在马鞍上，飞身一跃，手中霸王枪抡成满月，体内的通天圣龙弓也催动到，龙吟声覆盖到整个战场，金色的真气在你体内不断压缩，最后通过手臂传递到武器上。旋风一睁大眼睛看着你，群魔乱舞之列地，你抡着霸王枪从天而降，一击狠狠拍打在地面上，骤然间金色的罡风以你为中心形成冲击波，100米之内的人被罡气吹飞，天空中血花炸裂，随后轰隆一声巨响，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战马受惊长嘶鸣。100米之外的旋风骑兵控制不住战马，被带着四处乱跑，跟我杀！你一击后翻身上马。旋风一见状满脸绝望，你带着狼骑径直冲杀，凿开对方队列，你调转马头继续两波冲锋。旋风部落的人基本完了，旋风专研被硕颜和煦一骑戳死在地上，另外一人则在你大杀四方时被余波冲击失身分离。此刻旋风主将就只剩下了旋风翼，他们的军队被冲杀掉1/3，而狼骑基本完好无损。旋风翼内心产生畏惧，这些狼骑和黑骑一样，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其他旋风部落的士兵见状也有投降之意，在儋州打不过就投降很正常。你反冲锋时就看到旋风翼被重兵保护，我投降。你刚准备冲过去把旋风翼给杀了，就看见对方大吼，硕颜和煦立刻停下来。旋风部落的人松了口气，儋州的军队就是这样，打顺风战时一往无前，但看到逆境时下意识就想投降。你淡淡的声音响起，给我杀！所有人都看向你，愣着干什么？给我动手杀，一个不留！你一甩缰绳朝着旋风翼冲过去，硕颜和煦也是清醒过来，举着大旗将眼前士兵穿透。狼骑反应的速度极快，接连动了起来。旋风翼抽出长刀看着你，李胜，你这是打破儋州的传统，传统劳资就是传统，打不过就投降，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答应过玉儿，报仇就要报得干干净净，这是你在儋州的首秀，这一仗要打响名号。再就是告诉狼骑，在你眼里没有投降这个词，要么赢要么死。旋风翼指挥着自己身边的人冲向你，这个疯子恶魔，你霸王枪一闪，数十人顿时被真气扫倒在地，血肉横飞，我跟你拼了！旋风翼见状策马持刀砍了过来，你大笑一声，皮肤汗数自不量力，舞动霸王枪，寒芒闪烁，金色真气附在枪尖上，神威无双。霸王枪扫在旋风翼的长刀上，直接将他磕碎，紧接着你又出一枪穿透他的身体，把微微用力将旋风翼挑飞出去。旋风部落的老弱妇孺看着这一幕，陷入深深的恐惧。旋风翼一死，旋风部落的军心直接就散了，他们在疯狂逃窜。你将霸王枪插在地上，掏出水壶喝了一口。大王，旋风部落硕颜和煦来到你身前问道，你淡淡一声，除了妇女和畜生，我不希望在里面看到其他的东西。和煦，你应该明白，这些人都是威胁，按照儋州的规矩，没有马背高的孩子就可以放过。你对此嗤之以鼻，留着这些人养大了好杀你吗？这不是开玩笑吗？铁木真是怎么出现的？你可是很清楚的，错误可以犯，但是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是大王。硕颜和煦立刻转头看着远处旋风部落，留下3000人处理残兵，他带着大部队冲进部落中，一场腥风血雨掀起来了。你则是找个小土包，翻身下马，将霸王枪插入地面，坐在小土包上，看着这一切，你也曾经有感情，迎来的却是邵明基的嫉妒。从那一刻起，你就明白，情这种东西就是这个时代最不需要的，你需要绝对的统治力，其他的都不重要。你看着北函关方向，黑旗也该出现了。旋风部落作为大狱的狗，这一战他不只是要告诉儋州，还有大狱，你不是之前的那个李胜。旋风部落传来哭喊声，已经响了好长时间，你充耳不闻，兵需要的金儿不是多，北函关的黑旗也就2万人，震慑整个儋州，你的狼骑也可以。再说了，活人就一定有价值吗？1个时辰后，战斗已经基本结束。硕颜和煦来到你身边，大王，按照您的命令，已经全部斩尽杀绝。很好，把牲畜和女人都集合在一起，等处理完这里的事情后回营。硕颜和煦好奇问道，大王还有什么事情吗？这不都已经解决了，旋风部落都可以宣告破灭了。你看着远方眉眼带笑，等黑旗啊，黑旗。硕颜和煦的目光凝聚，去吧，收拢一下东西，待会可能有场硬仗要打呀。话音刚落，地面的震动响起，硕颜和煦转过头，黑旗来了，这是来了多少人？很快一片黑色的骑兵铺天盖地而来，伴随着肃杀之气，集合！硕颜和煦大吼一声，部落中的狼骑源源不断冲出来，在你背后集合。前方领军的玄月眉头微皱，他看到满地的尸体，还有那只没见过的骑兵，这一切让他有些不安。你看着他们，抛开别的意见不谈，大狱的军队精锐实力真不是盖得很快。黑旗速度减缓下来，玄月扛着大刀带着人缓缓靠近。玄月穿过地上的尸体，瞬间严肃起来。旋风部落竟被单方面屠杀了，从尸体上看，基本都是一击毙命，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虽然不如黑旗，但在儋州
出现这样一支骑兵，可不是好事。儋州的民风彪悍，本身身体素质就强悍，要是再加上训练和精锐的装备，就会变得非常恐怖。将军那个人是副将纯旭刚说完就被玄月打断，传我命令，原地待命。身后的黑旗立刻驻足，黑旗不断扫视对面的狼骑。曾经这些黑旗对朔岩部落来说就是灾难，可现在他们完全不惧，相隔不到100步，许多狼骑还是心中有些紧张。不过他们看向你时，心便安定下来。玄月翻身下马，挎着腰刀来到你不远处，他早就看到你的身影，只是没认出来。李相国，末将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一个蛮夷部落打造成这样的。玄月挺着腰板凝视着你，他很好奇你是从哪里获得武器铠甲的，还有你之前表现出来对军事一点都不懂，难道说之前都是装的？相国这个词就别叫了，本王现在是大圣王庭的大王，不是你们大域的相国。你起身拍拍手，看向玄月。相国说笑了，末将这次来的原因，您恐怕也知道，王命难违，请相国跟末将走一趟吧。一族之地都是不识礼数之辈，待在这里只会让相国沾染上陋习。玄月皱着眉盯着你，时隔多年再见，你身上透露着杀气，还有王霸之意，放肆侮辱我们大王。朔岩和煦怒声刚起，你摆摆手打断玄月，这些客套话就少说吧，咱们就直来直去吧。你看本王不顺眼，本王看你也不是怎么开心。大域回不去了，既然建立大圣王庭，你就应该知道我想干什么。回去告诉邵明雪和邵明基，本王和他们的关系已经断了，从此以后再无半分关联，只有大圣王庭的大王，再无大域的宰相。你淡然地说道，曾经的那些往事已经随风而去。玄月大笑一声，李胜，你倒是变得直爽了，本将军也很佩服你的能力，居然能把一个部落的杂兵改造成如今这个地步。但是你不觉得就靠这些想当王，未免太可笑了吧？玄月脸上尽是狂笑，你摇了摇头，抬起手握住霸王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李胜曾经可以帮大域安定海内，如今也可以靠着这2万人席卷整个儋州。我的底气不是他们，而是我自己。你的话音落下，冲天之志从身上爆发，同时一股真气掀起风尘。玄月的脸色巨变，李胜，你居然一直在隐瞒自己的实力，你会武功？他声音逐渐拔高，李胜身上的气息不弱于自己，甚至更强。你大笑一声，我不仅会武功，而且还比你强。玄月，你要是不想走，那就别走了。你说完，双指含在口中，随着口号升起，黑旗身后滚滚烟尘雄起，大圣大圣大圣！朔岩和煦当即拔起大旗，兴奋大吼，这正是你派人去招来的。另外那1万狼骑，玄月眉头皱成一道深沟，还有1万。朔岩雄率领1万狼骑保护大王，银甲大汉一马当先，情况瞬间逆转，2万狼骑一前一后将黑旗全部包围。纯旭神色一慌，这个境地对于黑旗十分不利，一瞬间狼骑的气势令他感到一股压迫感。你大笑一声，有些戏谑，玄月，请问你现在在我的面前还有什么优势？玄月脸上铁青，他做梦都想不到会是现在这种场面。你走到玄月的身旁，拍了拍他肩膀，蝼蚁尚可撼天，何况我本身就是天骄，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有更精彩的。你说完，反握手中的霸王枪，体内真气催动到巅峰，瞅准一个方向，将霸王枪瞬间投掷出去，金光闪过，霸王枪消失在天空中，大概沉寂2秒，地面开始颤动，这般颤动比之前的更加剧烈，更加令人心头跳动。你将玄月的脑袋转过去，只见在他们的瞳孔中，一只咆哮的凶兽疯狂从中奔涌而来。当然，凶兽只是眼神的虚幻，真实的是3000铁浮屠重甲骑兵正踩着令人心悸的步伐徐徐而来，手中全都挥舞着锤子，压迫感十足。无论是黑旗还是狼骑，都在这些骑兵的威慑下产生畏惧之色。玄月的瞳孔地震，好恐怖的军队！从马匹上到甲位，他从来没有见过，那铁甲几乎覆盖到地面，钢铁巨兽。他深深地看你一眼，铁浮屠将领完颜古达，拜见大王。话音落下，3000铁浮屠同时锤击胸口，发出令人颤抖的声音。这一幕直接让黑旗陷入恐惧。你的2把尖刀，铁浮屠佛教中塔的意思，而铁浮屠的意思就是铁塔，行走的铁塔。我的重骑兵玄月，你想不想用你的黑旗为本王的铁浮屠开刃？你退后2步，看着玄月哈哈大笑。2万铁浮屠可以横推任何封建王朝，而自己3000铁浮屠横扫儋州，有什么问题吗？根本没有。李胜算你狠，我们走。玄月转身翻身上马，这一战已经没有赢的可能了。你能走，但是他们不行。你指着那1万黑旗，抱着手满脸戏谑。玄月顿时呆滞，你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他们是本王的战利品，留你一命，只是让你回去传个话，要不然你也走不了。你不要太过分。大玉，玄月话音未落，你抬起手微微攥起，2万狼骑同时抽出弓箭。你若是不想走，换个人去传话也不是不可以。玄月脸色青一块紫一块，李胜，你隐藏得够深。说完，玄月拍马离去，他得回去将这件事告诉京都。在玄月离开的那一刻，黑旗的眼中光芒散了，哈哈哈哈！这就是黑旗，这就是大玉独步天下的骑兵主将，丢下部队自己走了，连死都不敢，还说了那么多废话，将黑旗一并带走。你的目标就是黑旗。听到你的讥讽，黑旗的脑袋都低了下去，他们宁可战死，也不能这么屈辱。我誓死不走。一个黑旗抽出怀中的匕首，就要往自己胸口插。住手！纯旭大喝一声，被制止的黑旗摘下头盔，一脸绝望。副将，我们都已经被抛弃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听到他的话，许多人都是跟着摘下头盔。纯旭听到他们的话，也是心中难受。玄月身为主将，怎么能如此？你看着他们说道：“哎，可惜了，你们这些铁血哪了？这样吧，跟我去我的王庭，等10天。如果这10天玄月带着大玉的军队来了，
我放你们离开。如果玄月没来，你们加入本王的王庭如何？纯旭开口问道。相国此话当真？他相信，即便是玄月不来，大玉也一定不会放弃他们。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我纯旭就代表黑旗跟相国打这个赌。纯旭当即答应道。这些黑旗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战死他可以接受，但是看着他们一个个自杀，他忍不了。再者说，10天而已，玄月一定会来的。纯旭认为玄月只是不想让他们受伤，而去搬救兵去了。你看着纯旭心中发笑，你们还是太年轻。大玉10天之内必不会到这里来，因为得知这个消息后，邵明雪肯定会亲自来。等他来，怎么都得个半个月。一群莽夫，你翻身上马，接过完颜古达递过来的霸王枪，收兵回营。硕颜何须和硕颜雄两人心中震撼无法用言语表达。打败旋风部落，报了仇还俘虏了黑旗，这是什么概念？大圣王庭，硕颜玉儿翘首以盼，看着远方。当看到你出现后，露出笑容。你快马加鞭赶回来。刚下马，硕颜玉儿就冲进你怀里。傻妮子，我的铠甲上有血。你将金丝手套取下，抚摸着她的秀发。我不管，我担心你。那嗅着鼻尖的清香感叹良多。将甲胄脱下，递给旁边的侍女。你穿着一身素衣视察起王庭。硕颜部落的格局已经被自己改过一次，现在还得改。将来人越来越多，这地方不够用了。再者说自己的地方，怎么也得有点特殊性。硕颜玉儿看到军队中多出来的黑旗和铁浮屠，眼神满是疑惑，不过也没多问。你做的事他也没本事过问那么多。硕颜玉儿看到硕颜雄他们过来，就立刻给你准备热水去了。硕颜何须开口请示，大王黑旗的人怎么安排？现在王庭还没有能够安置俘虏的地方，所以这还真是犯了难。你思考片刻，旋即道：你把那个黑旗副将带到我的营帐里，还有给铁浮屠安顿一下住所。这些系统奖励的人，不是机器也是人，也需要吃喝拉撒，只不过忠诚度肯定是比收服的人要强。是大王，你回到自己营帐。硕颜玉儿立刻端着茶水摆在你的桌上，这些事交给下人做就行了。我是娶你当老婆，又不是当下人。你颇为怜惜道。你一开始抱着戏谑的心态，但现在可不是。硕颜玉儿软糯糯说道：我是你妻子，伺候你不是应该的吗？她的性格更偏向中原九州，而身材则属于儋州那种性感。总之来说，就是乐在其中。你抓着她的手拉入怀中，这小妮子，大王黑旗副将带到。硕颜玉儿闻言，赶紧钻出去，给你做了个鬼脸，进入后帐。你对玉儿的抵抗力真是越来越低了。你清了清嗓子，带进来吧。纯旭被两人架着走了进来，左右两人抬脚踢在他的膝弯处，纯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品着茶，什么也没说。你是想要黑旗，但不是将他当成爷爷，俘虏就得有俘虏的样子。末将拜见相国。纯旭跪在地上，仍用之前的称呼，他心里只能安慰自己，跪的是大玉的丞相，而不是儋州的大圣王庭之主。一个称呼何必如此固执？纯旭本王也不想跟你废话，这段时间你们可以正常操练，我也不会刻意管束你们。当然，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逃跑，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再把你抓回来。听着你的话。纯旭抬起头看向你，还能操练？在他想来这里估计会被当成囚徒。你摆了摆手，看管的人行礼后转身离开营帐。你淡淡的说道：你是军人，我不想多费口舌劝你，赌约已经生效，就按照这个来。但是归根结底，我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只是我在那待不下去了。纯旭激动说道：相国并非是如此，陛下他看你这个情况，他觉得你还有劝服的可能。纯旭你不懂，我待邵明基如亲兄，一身所学毫无保留。这5年我呕心沥血，但是随着时间拉长，他对我的猜忌越来越重。我不结党不营私，为官全力辅佐于他，但是结果呢？朝堂之上诸公贬官，你以为我在乎那区官位吗？我要的是一颗心，一颗可以真诚待人的心。皇帝是天下之主，但那是在有人服的情况下，没有他就是个屁。我不想跟你讨论对错，总之你就安安稳稳看着就行了。大狱的人来了，本王亲自送你离开。如果10天到了，大狱无人到来，那你们就归顺于我，从此荣辱与共。你真诚的话让纯旭有些感同身受，不过他很快将这个念头甩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3纲5常，此乃根深蒂固。君父真的有错，臣子也得按着错的来。相国之见，末将不敢苟同，但要感谢相国给这些孩子们一个活路。纯旭俯首拜倒。至于逃跑，还是算了吧。我带着的不是1个人，而是1万人。何况我就是真的不看管他们了，正常的哨兵也是有的。这种自寻死路的事，我不会干。至于归顺李胜，他认为大狱就不可能将他们放弃，这也就无从谈起了。起来吧，纯旭，我的事迹你应该听说过，除了邵明基我没看准，其他的事从来没错。给你的人做好培训吧。倘若到时候有人不遵守赌约，你应该知道当初宇文家的下场。你说出宇文家时，纯旭身体微颤。宇文家当初在朝堂之初可是把控不少朝臣，跟皇帝掰腕子，最后的下场是被你下了油锅。那口油锅至今还在皇宫门口警醒着百官。末将明白。纯旭赶忙答应道，同时内心一叹，近些年朝堂平稳，大家已经忘记了曾经你也被冠以毒士之名，那就退下了。来人把他交给硕颜和旭。你说完，门外来人将他带走。处理完纯旭，你又派人将自己的王庭还有一战灭旋风部落、俘虏1万黑旗的事传了出去。做人低调，做事高调，现在也该告诉整个儋州，你李胜已成为一方豪强。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儋州，起初各个部落都是不相信，觉得你是骗他们的。可是当很多部落探子来到旋风落后，看着那遍地尸骸，京都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分而列之，皇位上邵明基将案台上的东西一扫而空。废物，你们都是废物。李胜不在，他的活你们就给朕干成这样。有水患就治水患，我大狱国库充盈，怎么就连区水患都治理不了？你们告诉朕这是为什么？邵明基面容狰狞咆哮。自从李胜离开后，这朝政的难度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极点，需要他抉择的事越来越多，多到邵明基现在都没有时间去后悔，每天被朝臣追在屁股后面。刚开始这种事都让自己做主的感觉的确是很爽，可后来越来越烦躁。如果这些事处理得得心应手也就罢了，可偏偏很多事情他处理起来根本没有头绪，乱糟糟的。
尤其是现在南宁府水患，百姓损伤无数，满朝大臣无一人可以去南宁府赈灾，这不就是在打他的脸？陛下万万不可生气，伤害了龙体。新任的丞相徐飞阶话音未落，一本奏折直接甩到他的脸，朕不想再看到你，给朕滚，包去官职。邵明基的暴怒让众臣都是心中叹气，这才多长时间，已经换了6任宰相，现在邵明基阴晴不定，被处死的官员都不在少数，他们好怀念李胜。报北函关10万里加计黄卷集，邵明雪眉头轻叹，这个等级的急报已经是很多年没有过了。打开念，邵明基坐在龙椅上皱着眉头，这事情怎么一件接一件，没完没了，心中满是烦躁。邵明基身边的内侍将战报接过，然后在众人的视线中紧封，看到上面内容的瞬间，吓得有些发抖。该死的奴才，赶紧念！邵明基烦躁的大骂一声，他抖了抖，随后赶紧道：北函关黑旗统领玄月启奏，发现李胜的踪迹，带兵入儋州寻找，寻到他踪影。然而李胜却收服朔岩部落，改制为大圣王庭。此人心怀叵测，隐瞒实力，其境界已达5品之上，手下精锐骑兵数万，更有神秘重甲骑兵，以一挡百。其暴虐无比，血屠驯丰部落，不一活口。末将带人赶到，发生血拼，力战不殆。然而实力差距太大，末将拼尽全力逃回。然而1万黑骑被他包围，请陛下下旨，命北函关主将率兵配合黑骑，讨伐李胜贼子。陛下亲见。当小黄门说完时，大家倒吸口凉气，无数人眼睛瞪大，神色惊恐。邵明雪走过去，将战报夺过，逐字逐句看了起来。浏览后，手一松，战报落在地上。怎么可能？邵明基早已不知不觉中站起来，脸上肌肉不受控制颤抖，10个指头紧绷在一起，眼神中蕴含着错愕、愤怒、惊讶和畏惧。但是最终怒火覆盖眼眸。李胜区区一条狗，自己养的狗，他怎么可以在儋州称王？暗中培养精兵，精锐程度甚至能将1万黑骑压制。这封战报每一个字都让邵明基怒火中烧。李胜，你这个不为人子之徒，望朕如此信任你，给你相国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该死！邵明基毫无理智的咆哮声喧闹，那近乎疯狂的声音中充满怒火和冰冷。对方暗中藏匿如此精兵，他想要干什么？隐秘修为，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狼子野心，罪大恶极，该死该死！百官齐齐低眉，这个消息的劲爆程度，简直比皇帝3舅母勾搭青楼男子更为炸裂啊！传令北函关，命大军即刻马踏儋州，朕要让李胜死，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哪怕李胜转投他国，都比现在要强，因为不管是去哪个国家，他都是其他皇帝的狗。可是现在这条狗居然要自己当家做主，无法接受，无法理解。邵明基的一颗心已然冰冷。皇兄，我要亲自去北函关一趟，我不相信李胜会有武功，我不相信他会隐匿精兵，我要亲眼去看看。邵明雪双眸闪过一丝复杂，李胜这些年都和他在一起，平时谈天说地，朝朝暮暮，对方有没有修为，他难道不知道吗？这绝对不可能。玄月的话不可能撒谎，但是这件事他必须亲眼看到才算，尤其是要看到他是不是娶了儋州的野女人。好，赵不归听令。邵明基压制下心中的愤怒，立刻转头看着赵不归。末将在。赵不归也是震撼玄月的战报，那个斯斯文文的李胜竟隐藏如此之深，怎么看也不像。可是玄月肯定是不敢假传这等级别的信息，带领3万数龙军前去。若是李胜当真如此狼子野心，已即刻荡平儋州，朕要他那个狗屁大圣王庭一刻也不能存续。赵不归露出一丝笑容，能够和自己的女神单独相处，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当即就拱手道：陛下放心，如果事情确切，末将必定将那贼子给陛下抓来，以解陛下心头之恨。邵明雪此刻全然顾不上要和谁一起去了，他的内心充斥着一句话：他娶朔岩部落女子为妻。邵明雪来不及行礼，转身离开了。他一定要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为什么。赵不归行礼之后，赶忙跟了上去。这可是得天独厚的机会啊，自己都把握住了。邵明基看着离去的赵不归，吐一句话：文人不可深交，文人不可深交。这2句话吐出，顿时大殿上的文官心头产生不悦的情绪。这是怎么说话的？跟他们有鸡毛关系啊？再者说了什么就叫文人不可深交？不是人家李胜大禹能够有如今的太平盛世，就这些大老粗懂什么叫治国吗？反而旁边武将微微挺起胸膛。这话说的在理，曾经李胜在的时候，大禹文官跟着也变强了起来。要是放在陛下刚当皇帝时，哪里有他们说话的份？现在李胜走了，陛下终于知道谁才是真的大禹根基。邵明基负手缓和心情，注视着堂下之臣。得亏当初自己留了个心眼，没让李胜掺和武将的事。现在兵权全部抓在自己的手里，要不然他暗中都能够培养出一支精兵，那再加上兵权，那对方岂不是如虎添翼？李胜的府邸还有无可查抄之物。当初负责处理李胜府邸的兵部尚书出列躬身道：启禀陛下，李胜府邸已经查抄干净，无所遗漏。查出多少银子？邵明基凝眉望过去，兵部尚书缓缓道：黄金50两，白银300两，锦缎1000匹。还有呢？没了。邵明基眼睛一瞪，怎么可能就这点？启禀陛下，确实没了。兵部尚书为难地看着邵明基，这个是真的没有了，他总不能硬编吧？邵明基冷声道：传旨李胜其人狼子野心，有不臣之心，废除李胜在职期间所有的政策，并且对外宣称其富可敌国，因东窗事发而逃窜儋州自立为王。从今往后，李胜此人在大禹国内任何人不能提起，所著歌词一律焚烧殆尽，一个不留。朕要抹去他所有的功绩。大禹从此对此人不能有只字记载。他的话音刚落，一道人影就走了出来。陛下，万万不可！李胜为人即便有罪，但是政策无罪，诗词歌赋更是无罪。大禹自建国以来，更是未发生过如此苛令。再者凭空捏造，非君子之举。陛下，出列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开口攻乌李胜的御史大夫崔蛇。他虽和李胜不和，但那是因为对方的地位而导致的，可对他人的才能，崔蛇是实实在在的佩服。崔蛇，你是在说朕不是君子？邵明基眯着眼，寒光直射。崔蛇杀意浓重，现在李胜令他失去理智，他就想着怎么弄，搞坏对方
方的名声，其他的不在考虑中。崔蛇跪倒在地，臣身为御史大夫，有劝诫陛下之责。臣并非斥责陛下，而是在劝诫陛下，政策无罪，改革无罪，割腹无罪，恳请陛下收回成命。李胜的个人臣无法评价，消息还未证实，但是其功绩天下皆知。陛下如此，只是在自毁城墙，惹人非议。臣之心尽在体恤军心。崔蛇趴在地上声嘶力竭，他的确是为了邵明基。李胜究竟是对是错？有没有家财万贯？有没有狼子野心？百姓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只不过是不懂，不是傻。现在的百姓享受着李胜政策的优待，现在政策取消，百姓岂能接受？时间一长，对于大狱来说，恐怕人心皆失。邵明基可以杀一个人，杀1000人，难道能够杀1万人吗？这难道不是莫须有之罪？朕如何还用不着你教？崔哲一朕看你是想步李胜的后尘了，朕满足你。来人将其给朕拉出去，打20大板。刚才所议之事，就按照朕说的做。谁若是再有异议，和崔蛇同罪。邵明基说完，摆动龙袍转身离去。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李胜走了，他还用李胜的政策，退1万步讲。倘若对方掐着自己的命脉，那到时候何以反击？总之，在邵明基的眼里，李胜做过的都是错的，李胜说过的话都是有罪的。人人都说李胜大才，这些年已经将他神化了。大狱之地只有一个神仙，那就是他邵明基。李胜能够做出变革，那他邵明基也可以。这些年，他从李胜的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也是时候该洗牌了。他不是傻，而是在重塑皇权。邵明基要将李胜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才是他真正的意图。现在百姓的福利优待很多都会随着去除李胜的政策而消失，到时候自己再出。另外一种方式力挽狂澜，收复民心，到时候大家就会记得是他这个皇帝让他们过上如此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李胜。李胜，你以为朕没了你就会束手无策？可笑，你还自立为王，你是那块料吗？王你也配？当了几年丞相，就以为自己可以站在潮头之上，狂妄！若是当初没有朕，你不过就是城中一小贩而已。如今倒是心气渐长，将你抓回来后，朕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尝到世间最为恶毒的刑罚。到时候看着你跪在朕的脚下，摇尾乞怜。现在朝堂上的混乱只不过是渡瓶颈期，待到瓶颈过久了，大狱仍旧是那个大狱，而你李胜却不是曾经的那个李胜了。万人敬仰，这都是朕给你的。朕用你的时候，你是百官之首；不用你，不就是一条小狗？朕可以将你推上去，也可以将你撤下来。朕才是95至尊。大殿内，武将一列昂首挺胸地离开了大殿。武将的时代回来了。曾经李胜得罪的功勋门阀，还有一些现在仍然存在，他们已经看到曾经属于他们的荣耀正在复苏。众多文官则是唏嘘不已。今天邵明基的表现简直就是差强人意，甚至说是糊涂。李胜改革他们这些为官之人，谁都知道好处在哪里，现在居然要废除，这不是儿戏吗？自从李胜离开后，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皇帝那有限的手腕和眼光已经暴露了。曾经的他英明神武，那都是李胜对外宣传出的形象。可是现在，邵明基是在自掘坟墓。忠臣之事，在考虑怎么能劝邵明基。还有一些人已经准备好离开大狱。现在的邵明基喜怒无常，罢官就像喝水那样简单，太没有安全感了。以他们的才能，到哪里不混口饭吃？李胜在儋州的事，可不只是大狱知道，中州其他5国的情报系统都不简单。大庆、庆帝和文武百官看着来自儋州还有大狱的双重情报，笑得合不拢嘴，真是滑稽。庆帝看着邵明基在朝堂上的种种言论，摸着胡须开怀大笑。庆国和大狱接壤，大狱四海升平，天下笃定百姓富足，兵力强悍，简直就是一个巨无霸。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庆帝早就担忧起这件事，之前就有探子曾经汇报过，大狱想要对大庆国用兵，不过被李胜给阻拦了。当时李胜的话也是因犹在耳，攘外必先安内，一旦出兵，就要以压倒性的优势一战攻城，给臣10年，臣可以让大狱的战马踏遍9州。这句话对于庆帝来说杀伤力太大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为大狱的发展速度太快，真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和李胜说的一样，大狱马踏9州，而无一河之敌。帝当时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谁能想到如今不过1载，竟发生这样的事，李胜竟被罢官了。在庆帝的眼中，大狱唯一的威胁就是那个少年，他的一系列政策和发布的书籍，庆帝曾经仔细研究过，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庆帝无数次都感叹过，为何这种人会去到大狱？曾经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被那位皇帝亲手拔了，只能说是佩服，深深的佩服，像有一种自己挖自家墙角的感觉。当然，如果换做庆帝，他也会动手，毕竟李胜太年轻，可是最起码要达到自己能稳定朝堂后才会动手，而且不会如此优柔寡断。邵明基无能之辈，庆帝将情报轻飘飘地扔在地上，陛下玉帝的手腕能力俱是下下之策，如今更是昏庸到用莫须有的罪名去抹除李胜的功绩，如此之举足以看出对方的心智单纯，而我们是不是要加一把火？庆国的宰辅荀彧面带悬意，说得好，该当如此。这件事就劳烦丞相去安排一下了。身为接壤之国，他肯定是希望对方越乱越好。老臣明白，荀相若是需要配合，监察院在豫国的暗探可以全力配合。监察院院长陈玄平点头示意，有劳陈院长。庆帝看到自己这边其乐融融的景象，十分之欣慰。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总之在他的面前，大庆还是一副齐心协力的场面，这就已经够了。陛下，李胜在儋州的事情，需不需要派探子亲眼查实一下？陈平开口请示道：“不用查，李胜说的必然不会是假的。纵观他在大狱的举措，此人善用阳谋，不像你陈院长，精兵是真，武者修为也是真。恐怕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未雨绸缪罢了。这些我们都不用理会，该头疼的是他邵明基。何况现在邵明雪不是已经前往儋州了吗？他能不能带着李胜回去，就已经说明一切。”庆帝摆了
了摆手，命叶家老祖随时待命。如果邵明雪真的将李胜带回去，那就让他去半路截胡。李胜此人大才，庆国的一幕幕在其他国家同样上演。不过除了接壤的大庆和一直惦记李胜的大齐以外，对于其他国家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都当个笑话看。另外一个和大玉接壤的国家就是邻国。邻国女帝看着信息，清冷的脸颊闪过一丝忧愁。邻国在九州六国是垫底的存在，他父皇离世时就他一个独女，如今强撑了5年。他羡慕隔壁的大玉有李胜这么个人才。什么陛下要资助李胜，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之举，若是让大玉知道了，恐生兵事。邻国宰辅一头白发，听到这话吓得差点昏死过去。这如何了得？他知道自家陛下对李胜十分推崇，可是邻国毕竟不是齐国和庆国那样的强国，李胜哪怕加入了，大玉也不敢妄动兵事。但陛下无论再如何欣赏李胜，就是李胜真的来邻国，他们恐怕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太弱了，占地不足1州，却和大玉、大齐、大楚全部接壤。可以说，如果不是大家都想有这么个缓和之地，恐怕邻国早就被吞并了。这种波动各个强国的事，他们这种弹丸小国如何能够掺和？邻国女帝薛都灵微微摇头，相父李胜之才，您比朕更加的清楚。现在资助一些粮草武器，结下人情将来。老丞相心中长叹口气，他是看着薛都灵长大的，对于这个妮子，他是把她当成了女儿，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懈怠，对她的心思了如指掌。什么投资，就是小女子的爱慕之心作祟吧。李胜的几本著作，薛都灵都要翻烂了。少女怀春很正常，可是之前的李胜不合适，现在的李胜更不合适。相父，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就答应我吧，暗中进行，不会被玉国发现的。薛都灵走下台阶，来到老丞相身旁，一双明亮眸子满是期待。依你，但是就这一次，也算是了却你心中所想，以后是万万不可如此。老丞相到底是抵挡不住攻击，只能无奈叹气。谢谢相父，我亲自罗列物资。薛都灵闪烁欣喜之意。自从得知李胜罢官后，薛都灵就在想，要是李胜出现在邻国该多好。同时心中又有担忧，他虽然从未真正见过李胜，但读书犹如阅人。从李胜的书籍中，薛都灵能感受到一个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这些东西或许李胜不需要，但这是薛都灵的心意。那浅浅的笑容，无不再让老丞相揪心。李胜的名号在6国当中可谓是如雷贯耳，尤其是和他职位同等的丞相，各国丞相都公开表示过自己不如李胜。曾经李胜对大玉朝臣说过的一句话，十分之刻骨铭心，老丞相久久不忘。你们的手段能力我都有，我还比你们多一项，那就是良心。可惜本该是一代名相的李胜，如今却是去了蛮夷之地，伴君如伴虎，古今往来，别说李胜这般辅佐，就是从小到大辅佐起来的帝王，成龙之后反噬的多不胜数。只能说这就是臣子的命运。放眼6国，能够善始善终的大臣又有几个？另一边，滁州官道上，邵明雪离开京都后，马不停蹄，马歇人不显，一路直奔北函关。2天未合眼，最后赵不归无奈，只能让树龙为副将赵杰统兵。他追随着邵明雪策马狂奔。公主，你已经2天没有合眼了，此去儋州路途甚远，您就算是不吃不喝，也得13日，不能急于一时啊，伤了身体。赵不归，我跟你说过，在外要称职务，你如果跟不上可以不跟。邵明雪冷冷回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赵不归毫不在意邵明雪的态度，他已经习惯了。邵明雪没有搭理他，而是挥动缰绳加快赶路。大玉地域在6国中排名第3，横跨3州之地，如今过这滁州还需要3日，过了滁州就是潞州，穿越整个潞州也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他现在的心都在李胜身上，所以根本顾不得疲惫。邵明雪就是想亲眼看看李胜到底是不是娶了蛮夷之女。赵不归看着那道背影，眼神里浓浓的情意。邵旭雪总是那么美若天仙，能够和他共赴一路已经是非常开心了。大圣王庭灭了旋风部落后，你没有继续扩张吞并其他部落，你在等大玉。只有这件事过去后，大圣王庭才能够真正在儋州立足扩张。趁着这个空档，还是需要让狼骑多加训练，更加的成熟。你副手站在新搭建的王庭大帐前，看着对抗训练的狼骑和黑骑，面露淡淡的笑容。刚开始黑骑还自视甚高，看不起狼骑，但是当他们待了2天后，顿时就被狼骑的训练方式和那种制度所吸引。然后纯旭就带领着自己的人也加入到训练当中。这是第3天，大家都已经开始对抗训练了。大王，万一黑骑把咱们的功法学习去了怎么办？硕颜玉儿靠在你的肩头，有些担忧。学，他们能够看到的都是皮毛，他们以为自己在学，殊不知他们已经变成在给狼骑喂招。你副手淡淡的看着远处，他们日子到了会投诚吗？硕颜玉儿不确定的问道。黑骑不是，不只是黑骑，中原9州的人向来看不上他们儋州，让其归心很难啊。他们回不去，如果归顺也就罢了，不归顺那就是死。你说完招了招手，来人，告诉硕颜何旭，明天的训练场地去营地外面练，务必要给我表现出亲如一家的态度。是大王。你回眸眼神穿过营地，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影子，嘴角轻轻勾起。从他们被玄月抛弃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下场，要不加入自己，要不就是埋葬在这片草原之上。当晚纯旭结束了1天的训练，带着人去洗了个澡，回到营地之中。这几天他可太爽了，不只是他，还有黑骑都是如此，每日充实的很。今天他刚回到营地，就看到手下10个千骑统领都在等着他。有事？纯旭看着10人道。其中第1千骑的统领左右看了看，低头道：将军，这已经过去了3日。大玉。纯旭闻言脸色一沉，他把这事给忘了。主要是纯旭这个人，他对于骑兵的知识太过于渴望，一旦投入进去就会沉浸在其中。将帘子拉住，进来说。纯旭深入营帐里面后，将甲胄脱下放在地上。经过这几天的熟悉，他可以说是对于你内心充满了浓浓的疑惑和一丝崇拜。据狼骑的人说，你有骑兵专属的功法，光是这一点纯旭就心中火热。不过可惜没有人透露给他。再一个就是人家的训练方式比黑骑更加的领先，那种列阵的方式和紧密的配合，令他们这些专业的都是心中惊骇。黑骑冲阵之后的联系是可以达到千骑这一层。
层，这已经很夸张了。但是狼骑却可以达到百骑之间，这就意味着对方即便冲阵失败，也可以有序的练习，并且以小单位架构再次组成进攻，并且不会失去联系。这很夸张，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擅长内政的人能够做出来的。纯旭思索片刻，轻轻的叹了口气：“你们来寻我是什么意思？将军，你误会我等了。大狱乃是我们祖辈之地，虽然李胜确实能力非凡，可我们仍旧想要回到大狱。我等效忠的是大狱，并非是玄月。等回去之后，末将必定要参他一本。”为首的统领柳州愤愤不平道。他至今回想到玄月自己离去，仍然怒气难消。纯旭看着在场的10个统领，微微点头。尔等能够有这种想法，本将还是欣慰的。但是看这个情况，时日估计是悬了。我已经决定，真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营地宽松，到时候你们本部骑兵冲杀回去。听着纯旭的话，众人很快反应过来。那将军你呢？纯旭起身负手叹了口气，大丈夫身在世间，说话理应算话。你对待我们确实按照约定毫无苛待，公答应于我的都办到，但是我答应他的却是办不到。所以到时候你们离开后，我会自觉以权和李胜之约。说话的时候，纯旭心中还是不好受的。经过这2天的接触，你给他的印象完全和之前听闻的天壤之别。对于兵士的理解和对待士兵的方式，他认为你起码算得上是公平公正，毫不吝啬，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可惜他们身为大狱之人，难似二主。将军要走一起走，要不走大家就一起。柳州话音未落，就被纯旭摆手打断。尔等的家人都在大狱，莫要多言。以我之命，换尔等归途已经赚了。这几天你们就好好的学习狼骑之行军方式，将这个方式带回大狱。众人的脸色难看。对于纯旭来说，这个决定无疑是非常困难。古代名声非常的重要，纯旭如此，不管如何，他的名声都算是毁了。而且留在这里，你会简单的杀了他？肯定不会。到时候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为了大狱，我只能如此。诸君，希望你们可以将我们大狱的骑兵带到一个更加辉煌的地步。纯旭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之色。诺！在场的统领尽皆跪地。接下来的几天，黑骑可谓是全心全意在营地中和狼骑学习，而狼骑也是毫无保留。虽然不教授他们，可是看也能看个8、9不离10。营地里面的场地不够，被拉到了外面，双方摆开阵势互相学习。不过令他们难受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套出关于骑兵功法的只字片语。眨眼之间，10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今天一早，你从大营中走了出去，刚走出去就听到硕言和煦急躁的声音：“大王不好了，黑骑逃了！末将该死，没有看住他们。”他们硕言和煦一脸羞愧之色，他以为对方这么多天跟自己在一起是要加入他们了，于是就放松了警惕。结果今天一早发现守营的人都死了，黑骑的营地只剩下了他们的副将纯旭。你闻言眉目间闪过冷色：“大王，我跟你没关系，是本王让你不用看着的，将纯旭给我带过来。”命令1万狼骑整装待命。说完，你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回去？他们还能回得去吗？”玄月比自己更不想让他们回去。一开始你是打算收服对方用的，可是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给脸不要！果然和他们那个皇帝是一个纲目的玩意。硕言和煦立刻领命离去。没过一会，纯旭就被带了进来。他是想自杀的，不过被硕言和煦恰巧给拦下来了。扑通！纯旭被拉进来，按倒在地上。纯旭啊纯旭，本王善待于你，善待于你的士兵，你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你盯着纯旭冷声问道。他早就已经猜测到对方不会这么安稳的投降于他，毕竟如果真有这个意思，也不用等10天。我自知有罪，罪在我身一人，要杀就杀了我吧。纯旭不敢抬头，耷拉着脑袋沉声道：“可怜啊，你们以为大狱还记得你们？忘了告诉你们一个消息，玄月已经将那些人的家眷全部处理了。”你说着，纯旭猛地抬起头：“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他玄月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你起身哈哈大笑：“你知道本王为何在第3天的时候拉你们去旷野操练吗？都是给玄月派来的人看的。1万黑骑家眷已经在3天前就被少旭基传令全部抓起来处斩了。”你来到纯旭的身旁，伸手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脸颊：“从你们来这里的那一刻就回不去了。玄月离开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弄死你们。”说着，你猛然出手，手指裹挟着真气点在他的丹田之处，轰的一声，纯旭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你拍了拍衣袖，站起身来：“本王不会让你死的，我会让你后悔欺骗我。将他绑起来，等我回来慢慢的跟他玩。”你随意的摆了摆手，刚才他已经将其一身武道废了。纯旭抬头，双眼通红：“你早就知道了，却不跟他们说，这不就是等着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你微微摇头，浅浅的叹了口气：“你说的本王好心塞啊！要和狼骑对练的是你们，想要学习我们狼骑阵列的也是你们，从头到尾我有骗你吗？你们的家眷是我杀的吗？真是世风日下，我好吃好喝养着你们，玄月杀你们全家。你不恨玄月，你恨我。”你的话将纯旭对得哑口无言。你不是执刀人，但你是操刀鬼，你好狠的心。纯旭被拖出去，满脸泪水，都是他的错，是他害了这些人啊！1万人全家上下，现在他已经相信你的话了。大狱的人看到他们和狼骑亲密无间，玄月定然会以为他们已经投诚你。按照少旭基对于你的记恨，肯定会对这些人施以雷霆手段。抄家是肯定的，是我害了你们啊！纯旭声嘶力竭，狰狞无比。听对方凄厉的声音，你伸出右手对准兵器架子，真气立刻汇聚在手中，一股绝强的吸力爆发，霸王枪瞬间弹射落在他的手中。硕言和煦手持大刀早就已经等候在门口，他已经迫不及待想把那群杂碎给剁，亏他还按照你的命令教他们。狼心狗肺，跟随本王去看一出好戏。你脸上挂着冷冷的笑容，一场精彩绝伦的好戏。Hello， 大家好，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说实话，制作这集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如果这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另外，因版权的关系，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我们在完整版见，拜拜。